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庭玉。节目开始，我们要为您推出新冠肺炎纪录片《台湾抗疫160天》。一直到现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持续延烧，甚至全世界确诊人数还创下新高。而台湾目前因为连续8周没有再出现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6月7日宣布，国内疫情可以解封，接着也将逐步开放边境。在这支台湾抗疫160天的纪录片中，我们将带您重回从去年12月31日疾管署针对武汉回台班机登机检疫开始，台湾历经160天的抗疫过程，同时深入几个关键时刻，例如1月21日，台湾有了第1个确诊病例。2月3日开始实施的口罩实名制，3月份涌现的欧美反台潮所带来的防疫压力，4月13日零确诊后的挑战，一直到6月7日全台解封后的防疫新生活。因为有过去 SARS 的经验，加上资源整合、资讯透明、善用资讯科技。最重要的还有民众的配合。台湾打了一场国际称许的抗疫战争，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因为一开始对疾病症状难以掌控，居家检疫无法落实，出现好几次社区感染的危机。全台有10个本土个案找不到感染源。独立特派员的团队带大家看台湾是如何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感染危机，而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几个确诊个案的亲身经历，看看这场世纪疫情对他们的人生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林真如、赖正元的报道。其实我们当发言人期间，常常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看一些简报哈，有时候闹钟定错就会5点多起来哈，所以也刚好有看到这一则。台湾电子布告栏 PTT 凌晨2点24分，这则 po 文指向武汉出现了冠状病毒的群聚感染。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在清晨转发，当天早上各部会就已经聚集在行政院。早上10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我的办公室就立刻召开相关的会议哈。那当时就决定说，应该要立刻采取行动。
当天下午，卫福部、交通部、法务部及内政部展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中刚好有一班来自武汉的班机要降落高雄小港机场，于是边开会边指挥人员登机检疫。若您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请现在举手告知，并且坐在位置上。稍后检疫人员将为您进行健康评估。机场人员生疏地念着临时传来的注意事项，所有从武汉回台的民众都要通报健康状况。17年前饱受 SARS 所害的台湾，这天开始动起来了。1月2号，窦志浩署长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武汉的状况，资讯不太清楚。那他就觉得需要借助一些专家来帮忙做一些研判。政府找来当年抗 SARS 的医师，组成了专家咨询小组。台大副校长张上淳领军，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武汉了解情况。不过对方当然隔了几天以后才答应说我们可以派人去。武汉的不敢讲，北京的反而觉得他们已经可以开始释放一点这样的消息，比较敢说，没有，已经有资料显示可能有限度的人传人。知道这个冠状病毒会人传人，立刻要做的就是盘点台湾的检验能量以及负压病房。前世的负压值是在这边，那病室里面负压值在这边。SARS 过后，全台湾医院分级，并设置了963床的负压病房，病人所处的病室压力比外面低，空气由外往内流，病房里的病毒则排入大气。万一里面有一些干性的病菌的时候，它是往外跑，而不会染污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护理站这一区。备妥负压病房之外，医院也要落实分舱分流。我们后面就是一个红区，它是我们的防疫筛检站。那我们所有的病人刚来的时候，我们会先问一些基本的出国旅游史的部分。那有高度的怀疑的时候，我们会先让他置放在红区。有发烧及旅游史的病患进入急诊，要先到红区筛检。筛检的结果是阴性的病患才能到黄区等待，而在完全排除感染之后，再进入绿区。这3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完全分开。我们都会分红黄区的照护族群和绿区的一些照护的人，对，然后我们就会采固定的这些人员来照护，就不会让他有交错的问题。当世界卫生组织还宣称新冠病毒只会有限度的人传人的时候，台湾的疾管署已经将它列为第5类传染病。要照顾有传染之余的病患，医护得戴上 N95 口罩，穿从头连到脚的防护衣，全副武装16个步骤。平日的防疫演练，这回要正式上场。从 SARS 之后，我们每年都有做一些传染病的一些训练演练。2003年之后，因为修了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所谓的这些防疫物资，像口罩啊、防护衣，你要有一定的存量。所以事实上，我们是从 SARS 以后，我们是准备了17年了。农历除夕前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就在大批民众从中国返台团圆之际，台湾出现了第1个病例。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新型2019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她是一位从武汉搭机返台的女性台商。我是第1例，所以我打破了台湾的0。我要说很抱歉，只是觉得我感冒，然后感冒之后真的是想说我回来看个医生就好了。到上飞机都没有发烧，可是我下飞机的时候听到那个广播说，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要讲。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讲的，不管后面的是什么，跟所有的医疗团队，跟这个第1线的护士以及疾管局的所有人，先说声谢谢你们。因为主动通报，这位台商在机场就直接送往医院隔离。但这时，全台湾还有16个来自武汉的旅行团正在环岛旅行，
成了疫情的未爆弹。一个武汉团的成员，好，那已经来台湾了，大概有5天嘛。好，我记得他们那天好像去101，好，然后那个太太就觉得有发烧，所以她就自己坐了计程车，啊，到医院里面去看。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好，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很快，就第一个时间把所有的武汉团，好，都送回去。那也5天吧，我记得是5天，交通部动作也很快。接着，在农历过年期间，陆续出现了从武汉、香港、澳门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但病毒在这时并没有完全阻绝于境外。2月16日，这段录音在彰化县市流传。规彰化市爱封锁啊！我跟你讲啊，因为有一位白牌车司机在医院肺炎病逝，隔天才确诊是武汉肺炎。处理尸体的那一天，卫生局跟中央的团队都在现场。他都有穿防护衣，防护的装置，然后把尸体包在尸袋。只要包在尸袋里面，然后放到冰柜里面，他就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入殓的程序，就没有传染性了。台湾第1例武汉肺炎死亡的个案，不止震惊全国，更在平静的农业县引起波澜。检查敢无来？有啊，有来啦。伊做是问啥？主要是调查这资料有接触。我们全市场都很恐慌，什么害我而已，害得大家都很恐慌。这位司机是在15日死亡，隔天的检验结果才确诊是阳性。回溯他的行踪，1月27就开始咳嗽，然后他自行买药到诊所就医，2月3号才到医院急诊，当天就进了负压病房。而在此之前，这位司机先生还跟亲友团圆聚餐。报说是阳性的时候，那同时他也是过世的这样子。那时候就觉得，那意料上就有相对的困难，因为人都死了嘛，所以相对的一些活动，而且在医院也住了一段时间了。跟司机聚餐的10名亲友，后来有4位确诊，但司机发病前还有14天的潜伏期，一直到住院为止，这22天非法揽客的白牌车到底还载过谁，都得一一清查。大概300多通的电话，我们同仁马上就去判断机场、高铁、车站、旅馆。彰化县警局、卫生局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方人马，比照侦查刑案，过滤通联记录以及监视器、健保就医资料，追出了676位的接触者，也找到可能的感染源，找出来好几个可疑的个案，然后推估他的这个潜伏期，锁定之后马上请健保署帮我调就医资料，就是那个入境坐他车子的人。这位浙江返台的台商血清也验出抗体，证明他确实曾经感染，因为入境的时候没有发烧而成为筛检的黑数。在中国的个案的这个部分，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是漏网之鱼。他进来的时候是没有症状，或者是完全是无症状，大概占了50%。所以那50%就是我们当时呼吁的黑数。发烧筛检筛不出黑数，当时还没有落实居家检疫，也埋下了社区感染的隐忧。从监视器画面可以清楚看见，身穿蓝色外套、戴着口罩的男子正搭乘电梯准备外出，而他正是家住桃园中立1月才从武汉回台，被列为居家隔离检疫的黄姓男子。一名戴着安全帽与口罩的男子现身。这名住在杨梅的男子本该进行居家检疫，却跑到超商买游戏光碟。台湾有3种隔离可能病例的手段，与确诊个案接触过的人要居家隔离。从3级旅游警告地区返台的要居家检疫，这2者都不能出门，其他的则是自主健康管理。台湾从1月26号起，针对湖北返台者启动居家检疫，但无法确实执行。除了造成白牌车司机案，当时还有没出国的妇人、老先生都确诊，甚至酿成了院内感染。第一时间进去做处理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压力，说，到底这个规模会变成多大？17年前的 SARS 医院展开，提到院内感染，让医界非常紧张。他来的时候是有其他疾病的而来，
那他同时也有其他疾病可能会造成发烧的问题。一名50多岁的妇人，2月14因为低血糖前往急诊，然后住院。一开始没有呼吸道症状，7天后咳嗽、发烧，并发了肺炎，才通报确诊。一个人都被独立开来，不可以再回到医院里面工作。那病人也要全部撤离那个单位。急诊、病房、医护人员、其他病患及家属接触者一共采检398人，等待结果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遵照了流程，然后事后就是听说，有案例第几例是在，然后回推知道说，他当时有来急诊就医，然后同仁也是要采检这样子，所以他就是等待采检这个过程，心情会比较紧张一些。这起群聚一共有9人确诊，除了50岁的妇人，还有急诊室的清洁工、病房的3位护理人员、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属及病人，还有他的女儿及探病的家人。然后后来我们查到，在摸到那地方，病人那个地他不会动，会跑到，但是照顾者会。所以照顾者很容易把这相关的这些病菌就会往旁边带。但这一关，台湾还是惊险度过了。幸好发生的是运气不错，他那个是一个特别的病房，他的病房就是在那个病房工作的医师跟所谓专科护理师，都真的固定在那个病房里面，他没有再到其他病房去。医师跟护理师都在第一线照顾病患。在这场战役里，如果新冠病毒是敌人，那么每个医护都是前线战士。你看我这么快速的穿完，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喘了。可是在我有点压力的状况下，我还要跑进去处理他那个紧急状况。当重症病人心跳、血压突然变化，护理师跟医师就要紧急换装，全副武装的挤进狭小的负压病房。要能够做很有效的一个照顾，又不会彼此干扰，那同时不会彼此造成一些染污。完成叶克膜装置，其实当下看着病人的心跳啊跟血压逐渐恢复，我们当下就是流了满身大汗，因为还有急救嘛，其实就觉得流再多的汗水都是非常值得的。武汉肺炎引起急性呼吸窘迫，重症患者会快速的肺衰竭。全国有7个个案使用叶克膜，分布在5家医学中心。即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跨科合作照顾重症，台湾还是有7个确诊个案死亡。当时这位患者出来的时候，其实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我觉得对这位患者是非常的感激，努力的撑过了1个月的时间，他最后在没有痛苦、平静的方式下离开。我觉得在这段期间中间，其实让国人有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让这些患者撑住的。撑住患者跟社会信心的，还有前线战士们背后的家人。我自己家人也会担心啊，所以我的压力源就是说，因为我怕我也是高危险群，所以我也不敢回我的娘家婆家，都不敢。那是刚刚带那个 N95的。对，哦，对。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互相说，这是我们光荣的印记。我跟公婆一起居住，那我本身就是有2个宝宝，那大的在幼稚园，他在学校也不敢讲说我妈妈是医护人员，对，因为他觉得会害怕就是其他人会异样眼光看他。因为我们4个主治医师，所以我们就一人轮1个礼拜。可能半夜就会有一个电话说，某机场要来送哪一位病人，那到底算不算是肺炎？那我们要不要怎么处理？我就会问我先生说，我万一生病了怎么办？然后他只有跟我说，你就离你爸爸远一点，因为你爸爸是老人。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仁有一些症状，如果真的被感染，说我要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我又必须要坚强。让他们这样去面对，可是，在后面我的压力宣泄，我就在自己可能真的是就没有人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在车上，我那时候就大哭一场。跟病毒的战争里流泪不可。
后还有地方政府的卫生及警政人员。礼拜6发病，那你就要回想礼拜6之前的14天去了哪里，去的每个点，那有传染的风险的时候，就要去框那些有接触过的人。地方卫生局都要出动做疫调，电话加上面访，追踪确诊者的足迹。就有一个礼拜6一天就确诊7个，就是7个确诊个案，所以你第一个来的时候就赶快问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想说，怎么又来？然后在第3、第4、第5想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就对，到那天晚上就有7个。要追踪14天的行程，有些人根本记不得，甚至不愿配合，但地方警察还是得出动。它会显现出来它的电力资料出现过的地方，然后另外我们会把它的字数的资料也标出来，来做一个复式的比对。一个确诊者14天内可能有几万笔的记录，每一笔都要核对，甚至调阅监视器来确认。比如说他有3、4个大门，你从哪一个大门进去你也不晓得，再不然就要到现地去调监视器。疫调比照办理重大刑案，歹徒就是看不见的病毒。虽然我们不是医疗人员，但它也是一种救人的职业啦。所以说虽然很多时候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回过头来，你会觉得当大家都在说台湾的防疫很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至少我可能有出了一点力。中国移入个案与不明本土病例危机中，第2波疫情高峰接踵而至，欧美返台潮来了。武汉肺炎延烧到欧美，留学生纷纷返台，台湾境外移入的确诊者个案达到高峰。3月20号这一天就有24个案例。Kai就是这波境外移入的个案之一。我在决定要回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的，对，我其实蛮早就订好机票，3月初我就订好。我前一天开始有点轻微的咳嗽，对，但是那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确诊，就是平常的咳嗽而已。Kai 原本在纽约工作，3月21日入境台湾，因为有轻微咳嗽，主动通报采检，居家检疫2天后确诊。搭救护车前往台北市和平医院，他住院35天。我甚至没有超过38度，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从脑部到呼吸道这一整块都很灼烧、很热。住院第1周，除了轻微发烧38度，还从早到晚咳不停。他真的都会。咳得好累哦，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肺好累，我的肺好累。Kai 自己用镜头记录下对抗武汉肺炎的过程，咳嗽跟发热只持续1周，然后第2个礼拜开始闻不到味道，对，开始嗅觉丧失，怎么什么东西都闻不到了这样？可是我也没有鼻塞，但是就是闻不到味道了。在负压病房时，每天都吃医院调配的便当。失去嗅觉的时候，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这种情况持续了1个礼拜。第3周开始，Kai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复原了，但是不断的采检，然后等待结果，让他几乎崩溃。等待一下哦。有些不太舒服，很舒服，很痛哈，鼻子比较痛。2个采检不一样的地方会比较好了。采检包括鼻咽跟咽喉2个部位，Kai一共采检10次，还曾经连续2次采阴之后，第3次又复阳。那一次2采阴要转又转成阳的时候，真的是精神崩溃，因为你就知道我大概起码要再待1个多礼拜才能走。我后来就便哭着就睡着了，之后醒来发现哇，未接来电，就是后来就是医院的什么心理医生他们打电话来关心我这样。在负压病房跟护理师相处了1个月，当时护理师还集体拍片来鼓励他。
熬了35天，凯终于健康出院，但他发现有些人看他的眼光不一样了。身边有朋友在饮料店工作，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那个我们同事跟我反映，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就是说，就是最近就是如果你没有要买饮料的话，还是尽量少来饮料店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确诊者3采阴出院就不会再传染病毒，只要朋友愿意，凯就会大方地分享自己抗疫的经验，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个疾病。我把整个心路历程公开的话，也许大家会多一点将心比心或是同理心，知道说其实因为没有人愿意生病嘛，没有人愿意生病。但台湾400多位确诊者中，像凯这么勇敢承认的却只是少数。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所以就都没有讲，只有我们家爸爸妈妈知道而已，然后还有姐姐，然后就是家里长辈都没有讲，就是爷爷奶奶也有回家，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不是在检疫旅馆吗？怎么待这么久？留学生小美25岁，4月初从英国返台后确诊。那时候就是吃东西就突然没有味道，然后也闻不到味道，然后那时候就蛮慌张的。小美在医院住了20天，3采阴要出院前就开始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歧视。就是有一个清洁阿姨吧，然后她就带我走，然后外面就有保全就是围了那个线，结果有人就是来送餐，就那保全就会对那些人大吼说什么让一下让一下，然后就那个人就有人就开始往后跑，然后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害差点跌倒。我那时候觉得其实觉得蛮好笑的，可是又觉得很不太开心。过了1个月，谈起这段经验，小美还是忍不住落泪。出院后，她几乎足不出户，但不经意还是会看到网络上的酸言酸语。讲一些什么政府在你身上花了200多万啊那种，就压力很大的话，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做错什么事，但其实就是没有人是自愿生病的。心里的阴影需要时间消去，身体会有什么后遗症，则是未来的未知数。我在回诊的时候，他有给我看那个切片的状况，他就是说中间还是有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1点阴影，就是有2个阴影的样子。他说那个他们虽然现在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说之后可能要持续追踪。这段期间，因应大批的欧美留学生返台，边境防疫及居家检疫的措施也大幅的改变。指挥中心3月21号将全球列入第3级旅游警告，等于从世界各国回来的台湾人全都必须居家检疫14天。从香港回来，你知道吗？他现在14天都会用这只手机啊。能够联络的电话是确保数以万计的检疫者都待在家的第一步。行政院团队研发了这套检疫系统，民众在通关前先上网填表单。写完以后，我们提醒他，你到台湾3分钟以后，那我们会送简讯给你，那确认是这个手机。那他收到简讯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打开，这边就会有一条码，这个代表说你填的都是正确的。没有手机的人，政府就发1台，然后每天打电话确认居家检疫或隔离者是不是都乖乖的待在家。喂。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鼓山区公所，请问柯先生吗？是。柯先生，因为我们这边有收到简讯说您离开你的那个居家地址，您现在有在家吗？对，我现在在家，完全没有离开，手机就放在桌上，然后他就突然跑出那个讯息。口罩才能进去，够扯吧？20岁的柯志达是第一批从英国回台的留学生。居家检疫期间，政府发给他1台专用手机，每天睡前跟起床都要回报健康状况，也常常接到区公所人员的电话。情况就是因为我住在高楼，然后那边讯号很差，那它讯号有时候会直接断掉，那他就会把它视为你可能就是关机，或是你可能定位跑掉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马上有个讯息通知你回到家中。有几次甚至连警察都找上门。7分钟之后，
警察就直接已经到家里门口，2个警察全副武装，有配枪的那种，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就要确认你真的存在什么的，对，就觉得说就做得很到位这样子，都能接受，其实都是大家都会想要为保护台湾尽一份心力。光靠人力当然无法撑起这张防疫网。绵密的民政及卫政系统背后，是行政院跟电信业者合作的电子围篱。电信业者，那他们会依照当天需要做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属于他们的门号的部分，那他们每10分钟会检查一次，是不是在他基地台的范围。每个居家隔离或检疫者都有专属手机号码。5大电信业者用最近的基地台，每10分钟检查一次讯号。一旦有人讯号变弱，就代表可能离开家了。那么业者就会对个人、卫政及警政单位分别发出告警的简讯。透过资讯科技掌握居家检疫或隔离者的行踪，但个人隐私与防疫的界限也因此模糊了。不会去拿到这个手机的通话的记录啦，或是通话的内容。当政府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时候需要，所以它是依照这样子提供的。那当14天过了以后，其实它就不会再提供，它也不会再去看这些电话，那它也不会去注记。3月底，台湾最多单日有超过5万人居家隔离或检疫。除了强制的规范，政府也提供服务。就是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话，我们都会给。所以居家检疫就会由我们的民政单位去送，那个隔离的话，就是我们的卫生所、卫生单位去送。满桌的零食点心，排解无聊看的书，这些全都是桃园市准备给居家隔离或检疫者的东西。一大包防疫包，还有专人送到家。新北市则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区公所职员李干事定时打电话给居家检疫的民众，也帮忙去医院拿药、倒垃圾，甚至去市场买菜。他这个电话内容中是跟我说，他想要做3杯鸡啦，他比较喜欢吃鸡肉。那另外就是买姜还有菜，1斤80哦。那半斤是大概多大啊？半斤。那大概多少？40块，好。戴上口罩，在大街小巷穿梭，全台村里干事总动员。你门打开，让我上去，然后你先不要出来哦。我按门铃的时候，你再自己到门口拿。防疫期间有超过15万人居家隔离或检疫，也因此从中找出超过300个确诊个案。检疫者，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合作，换来了台湾社区的安全。在你通关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症状，可是他后来变成有症状，他就留在家里做所谓的居家检疫，所以这样的原因才会造成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一群人再继续往外传。保护台湾社区的，除了检疫策略，还有民众的防疫文明。抢到口罩，仿佛抢到永保健康的护身符。大年初3，口罩工厂里大家一盒一盒的搬，工厂外面还有将近300公尺的人龙。5个人来排啊？排多久了？1个多小时。在除夕的时候，政府就宣布口罩禁止出口。初4释出了600万片口罩到超商以及药局，每片8元，每人限购3片。通路口罩之乱的背后，是过年挤不出人力的生产线。现在国家有难，但是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家庭，你们都有小孩子要顾，我也没有办法逼你们。对，但是我还是要问，有谁这个时候愿意站出来？结果我的所有老员工全部每个都举手。基隆这家口罩工厂，农历年召回所有老员工，4条产线开满。加上后来政府投资6条新产线，还有阿兵哥来支援。政府出资，全国口罩工厂一共增加了114条产线，口罩国家队让产量成长到近乎4倍。但怎么把这些口罩公平地卖给民众，也是个大考验。我是看到在民间有一位叫吴
山尾的朋友就弄了一个地图，让他签好推特上面直接标明说这家还有，这家存量快要没有了，这家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他大概上了媒体之后，就全台湾的人都在用，所以我也在用。那但是用了2天之后，他就欠了Google60万的使用费，所以他就只好把那个站关掉。台南的工程师吴占伟开发可以回报超商口罩存量的地图，虽然只存在短短的2篇，但民间的创意进一步演化，成为政府版口罩实名制。2月6号在全国药局上线了。采取的这个实名制，这个也是世界创举，功能啊效果非常好，就整体来考量，这个是非常好的。民众带着健保卡到社区药局，就可以用10元买到2片口罩。在一罩难求的时刻，即使只有2片，也愿意大排长龙。麻烦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没办法配合政府的政策嘛。排队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公平嘛。下雨天、大太阳，社区药局的门口排队的人潮成了2月到3月的台湾风景。全国6000多家药局一共卖出了5亿8000万片的口罩。后来口罩实名制甚至进化到2.0，可以网络预订、超商取货。到了4月，还进化到3.0。很多是长辈跟义工朋友，还是没有办法被2.0所覆盖到。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最简单的就是他的健保卡，然后去超商的读卡机插卡。一手推动口罩实名制的政委唐凤，带着奶奶亲自去超商测试。各种年龄层、各种族群的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也可以在线上召唤唐凤。当然，一方面大家会就是召唤我嘛，就是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召唤文。他开地球有提到我的名字，然后也有我可以贡献的地方。那所以就是我就会看到嘛，那我就在底下留言。民间发想的科技由政府完成，民众随时反映需求，政府在修正政策。口罩实名制让政府跟民众发展出另类的伙伴关系。所谓的公民科技嘛，就是民众自己写出他想要看到的系统，像口罩地图、口罩仪表板都是如此。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厂商嘛，事实上比较像我们是他们的厂商。运用科技防疫，在4月18号的磐石舰队确诊时，再度的发挥作用。民意鞠躬，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鞠躬。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下，国防部敦睦舰队3月5日出航，回国后700多名官兵都放假回家了，才发现有人确诊。海军这场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微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造成社会的震惊，总统身为3军统帅也出面道歉。指挥中心跟各地方政府追踪确诊者的足迹，曾经停留的地点、搭过的车辆都得消毒，还利用行动基地台搜集的讯号，发出了20万封的简讯，告知曾经到过这些地方的民众。昨天晚上我们也发了第一波的一些关怀的简讯，然后我们今天对于相关的接触者也要发第2波的一个简讯。召回的700多位官兵，连同接触者全部都要裁剪，全台实验室连夜总动员。我们大概晚上11点半来这边，然后一直到早上7点半左右结束。召回全部官兵后，确认磐石舰有36人感染，也全员抽血检验抗体，花了1个多月来判读，确认8人血液有出现抗体。磐石舰感染的真相终于出炉了。从时间序来看，3月5号出航到4月15下船，18号爆发确诊期间，一共历经了4波的传染。而第一个个案是在3月10日发病，但只有味觉丧失，没有发烧。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求说这样子是需要通报的，所以这个要说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很早侦测出来，船舰真的是不容易哈。跟法国、美国航空母舰及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相比，台湾的磐石舰发病率确实低很多，但密闭船舰的防疫措施还是需要检讨。不仅是要登舰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标准把它提高啊，那舰艇出外执行勤务回来之后，
要下船的这个防疫措施也要把它做好。扣除磐石舰官兵，台湾最后一例本土个案是在4月13日确诊。从这天开始，本土个案天天挂零。人员组装后，生产线自动包装。桃园这家原本生产验孕棒的厂商，正在制作新冠病毒的抗原快筛试剂。抗原主要是用于做早期的筛选，如果你怀疑它是一个阳性的案例，或者你是一个疑似的案例，就可以用抗原快筛去筛选。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杨安绥团队开发技术之后，寄转给国内3家厂商，已经完成了商品化，正在申请制造许可。快筛试剂可以将检验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10分钟。而要迎向边境开放，不可或缺的还有疫苗。在小鼠身上注射疫苗，国家卫生研究院跟国光生技合作，正在进行武汉肺炎疫苗的动物实验。之后进到这间 P3实验室，抽小鼠的血来跟病毒混合。那如果它混合在一起有综合的效果的话呢，那个病毒就没办法在细胞上做生长复制。因为要操作病毒，实验室是全负压设计，生物安全操作柜独立抽气，研究人员还要穿上全身的防护衣，带着正压呼吸器。背的一个呼吸是在腰这边，但是它那个入风口是在那个头罩这边。那风吹到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个风的声音。对啊，里面的那个操作的海气，它也有一些马达一直在抽风。这项动物实验已经成功证实，小鼠血液里的抗体可以中和病毒感染的能力。接着6月底，这一箱箱免疫中的仓鼠将接着登场，开始动物攻毒试验，让注射疫苗的仓鼠感染新冠病毒。我们攻毒下去，没有打疫苗的，它可能体重就下降了，哦，那可能它会喘。那如果打过疫苗的，可能它的体重就不会下降了，哦，小老鼠的那个也没有喘的现象，它体内产生的抗体足以保护小鼠不会被病毒入侵。疫苗的研发必须先定义抗原，生产抗原后才进入动物实验及动物攻毒实验。预计2021年初进入人体临床试验。每期需要人数不同，到第3期甚至得多达2000人来参与。到3期可能难度会比较高，通常临床1、2期大家在台湾做没有问题，临床3期可能要考虑到是不是要到国外也一起做。台湾的确诊个案少，未来临床试验如何进行，对疫苗研发来说是个大考验。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长远、比较妥适的一个疫苗的发展的策略，以免在面对不同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措手不及。国内在年底大概生产这样100万剂来做这种紧急的使用的，应该有这个能力，我相信也会做出来。不过要大量供全民使用的，我想要等到明年才有办法。研究人员在跟时间赛跑，法规端也得突破限制，加速审查。疫苗国家队更需要借助国际合作。The health of 23 million Taiwanese people should never be sacrificed to send a political message. Kingdom of Eswatin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our strong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WHO. It is essential that no populations or potential partners are excluded. 5月登场的世界卫生大会，因为中国的压力，台湾尽管无法参与，但有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为台湾发言。真的要进到 WHA 或 WHO， 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它有一个结构性的政治问题所以它还是会困难。但我相信我们的国际的合作会开展得很快。如何突破外交的困境，跟其他国家实际合作，是后疫情时代的大挑战。台湾模式，我觉得最值得跟世界分享的一点，就是你一面防疫，一面促进民主，而不是因为防疫所以要牺牲民主。在这次的防疫，告诉全世界一件事情：我们台湾其实可以帮助
更多的国家。第一波我们先守住了，那第二波再开放跟国际的往来，那怎么样能够把就是及时的控制疫情变成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各国断然封城的时候，有一个岛，大众运输依然拥挤，学校依然正常上课，士农工商也从来未曾停摆。从12月31号到6月7号，台湾走过抗疫160天，学习包容，学习合作，也学习感恩。面对未知何时反扑的病毒，台湾这场抗疫战争还在继续前行。世纪病毒瞬间改变了人类的活动及生活，在每一个层面的影响都既深且远。台湾防疫160天后，挑战更加严峻。未来在后疫情时代，许多政治、经济、产业、生活的改变及效应正慢慢浮现发酵。我们要带着新冠肺炎的教训及觉知，做好面对未知的准备，继续往前走。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听玉，我们下次再会。